嗨，大家好，我是 Bruce。你们觉得身为一个影像工作者，除了美感以外，最重要的是什么？没错，是萤幕，是萤幕，是萤幕。因为萤幕的颜色准不准确，会影响到你影片的成果。当然，每个人看到色彩不一定。好莱坞电影等级的萤幕，也不是人人都消费得起，动辄每秒几十万上下。我是说一台啦。我自己本身目前是用 MacBook Pro 14寸N1剪片，面对 4K 大军的素材夹杀，除了顺，我没有什么好说。那因为自己对于颜色的要求，我退役了陪我站了将近几十年的萤幕，换上了 Mac Studio Display， 那原本的萤幕就退回了副萤幕继续使用。那原本的那个萤幕呢，其实颜色也差不到哪里去，但如果真的要跟 Mac Studio Display 色准来比的话，还是有些许的落差。大家都知道，苹果手机占了市场的一大部分，不管是观众也好，客户也好，有多少人是拿着 iPhone 在看影片？因此，苹果的颜色渐渐成为色彩的标准。虽然说副萤幕看起来颜色尚可，但看着跟 Mac Studio Display 有落差，心中对于影像品质要求的强迫症就发作了。因此，想要找到一款可以跟 Mac Studio Display 媲美的萤幕，真的少之又少。市面上很多萤幕都强打着什么色彩精准、广色域之类的，专为剪辑师、影像创作者打造的显示器，但是看了又看，不是价格高到吓死人，不然就是颜色过度饱和，根本失真的很严重。终于在众多品牌当中，我看了一台令我为之惊艳的萤幕，那就是 AG Nearvo 24寸 1440p 广色域 USB-C 专业绘图旋转萤幕，型号是 EM2401QC。没错，我在业配他们家的萤幕，但是我是一个诚实的影像工作者，我不得不说这个产品有让我惊艳。首先，我先浅谈一下这家萤幕的背景，他们其实是台湾品牌，而且他们在萤幕市场已经有20年之久。他们好像要迈向25周年了，那到时候应该会有很多优惠活动吧？他们一开始做影像监控。医疗级的萤幕，你们要知道，通常影像监控跟医疗级的萤幕的色准都不会差到哪里去。但是主力市场是在欧洲专业级商用市场，最近他们开始做起了消费级的萤幕，而且针对游戏以及影像工作者为目标群，开发了一系列的萤幕。当然，身为影像工作者就要选择专业级的萤幕。我先说大小好了，其实桌上型27寸萤幕啊，就长期使用上有点过大，看久了其实脖子会酸啦。后面台就是27寸的，那曲面萤幕呢，也是有一样的问题，而且更占空间。因此，我是长期使用来工作的，有时候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当然不鼓励大家这么做，就是工作1个小时还是要起来活动一下。因此，萤幕的大小跟人体工学的设计会是我优先的考量。萤幕在人体工学上呢，最重要的就是高低的调整以及俯仰的角度。EM2401QC 这款萤幕都能轻松调整，不管你是要拿来当直视的萤幕也好，横向的萤幕也好，它都能轻松胜任。但是由于调整高低很方便，基本上手轻轻一拉就可以调整了，所以在调整时不需要太用力。这款萤幕呢，在人体工学的设计上很符合观看的角度，可以依照自己的坐姿跟高度调整俯仰以及高低角度，甚至可以使用 VISA 吊架连接器，让整体萤幕的摆放空间更加灵活运用，让你脖子轻松无负担。当然，这也要取决于你的坐姿跟椅子。Mac Studio Display 大家都知道，最基本的版本只能调俯仰的位置，不能调高低。要调高低，请加钱购买。而且 Mac Studio Display 的萤幕黑色边框有点宽，我这边不是要说 Mac Studio Display 的萤幕不好，论颜色，论跟苹果生态的整合性，以及令人出乎意料的喇叭，它是台好萤幕。以它的价位、色彩精准度跟它的做工还有设计，绝对是可以成正比的。而 EM2401QC 虽然它没有 Mac Studio Display 的金属设计，但是它的边框很窄很细。如果你买2台 EM2401QC 拼接起来，会毫无违和感。是说厂商大大们啊，怎么不多送我1台？只有1台。这种窄细的边框，视觉完全不受到干扰，会让你有种宽阔的感觉。178度的宽广视角，采用工业级 IPS 面板技术，不受任何视线角度干扰，不论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萤幕画面呈现的细节皆可清晰可见。接下来要讲它接口的部分，它竟然有 USB-C 可以传输，可以当做输入显示。也就是说呢，它拥有65瓦的供电，有5Gbps 的传输，连接你的苹果笔电。根本就是完美情侣，可以提供影像显示，还可以替你的笔电充电。市面上很少有萤幕可以做到这样的吧？我看到大多
数都是 HDMI 啦、DP 的输入。当然 EM240 EQC 基本的 HDMI 啦、DP 等的输入还是有的。虽然说它的接口就3个 HDMI、DP 跟 USB-C， 但是我是一个喜欢产品简约的人，太多插孔的设计反而会让我不自在。再来说说它的解析度，虽然说 EM240 EQC 不是当今主流的 4K 萤幕，当然他们也有推出更大尺寸、更高阶的萤幕，但我觉得大小跟价位啊 ，EM240 EQC 真的刚刚好。它拥有 WQHD 2560×1440 2K 高画质的解析度。其实以我现在手上的 MV 案子啊，我大多时候都会算 2K 给客户。说真的 4K 当然影像更细致，但是我是个喜欢电影感的人，有时候太过锐利的影像会让我有点距离。而且 4K 的市场，不管在制作上或者是在呈现上，它都需要相当能力的设备才能精准呈现。但是那对于创作者来说会是一大负担。因为话说回来啊，身在台湾的创作环境，我真心觉得没有很必要。当然，现在有很多影像都是 4K 输出，看电影或是看剧也都是 4K。而且以前啊，拍 HD 是这个价钱，现在客户跟你说要拍 4K， 还跟你说 HD 的价钱，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不过我遇到客户要求 4K， 我还是会稍微加价。好啦，有点扯远了，小小抱怨一下而已。重头戏来了 ，EM240 EQC 的色彩表现呢？我这次最新导演很慢活的 MV， 日日当好，就是透过 EM240 EQC 以及 Mac Studio Display 去合作调色制作而成的。Mac Studio Display 虽然色准不错，但颜色偏暖一点。EM240 EQC 反而能更精准的去呈现颜色，不信你们放出白色画面去对比就知道了。当然 EM240 EQC 可以去调整各种影像模式，也可以调整饱和度啦、亮度等等的功能，但基本上它是建立在超广色域上。因此到手后，除了亮度我稍微提高，颜色我几乎都没有动到。客户也很喜欢这次 MV 的调色，尤其是最后黄昏那一段，我们影像工作者称为魔幻时间的那个时刻。EM240 EQC 这次快速的协助我完成调色，达成2天就拍完，2天就剪完。结案，而且在调色的过程中，我再也不用担心过暖或过黄的问题。EM240 EQC 搭载更宽广的色域空间，以及涵盖不同显示器的色彩标准，达到133% sRGB、115% Adobe RGB 和105 DCI P3 色域的超高覆盖率，优异的表现让我这次创作再次提升了一个等级。也请大家多支持我这次导演的新 MV， 日日当好。那在显示方面呢，他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技术，高阶 HDR 400原生影像格式，提供更鲜明的明暗对比画面。也就是说，你在调色时，可以让你更精准的拿捏到画面的明暗过渡，还原更优质的画面颜色。EM240 EQC 搭载75Hz 萤幕更新率，提供极致流畅的动态影像，能够在高速移动的画面中清楚见得更多视觉元素。EM240 EQC 也许在做工上没有 Mac Studio Display 来的优秀，毕竟这反映在材质的成本上。但是萤幕最重要的是表现颜色的真实度，两者的颜色表现真的不相上下。前面我说过，每个人对于眼中看到的色彩都会不太一样，要怎么在色彩这个区块找到平衡点，萤幕的色准就非常的重要。不用昂贵的角色设备，透过 AG Neo EM240 EQC 就能大幅提升我们这些剪辑师或者调色师在影像上真实颜色的呈现。好比一幅美丽的画，都是需要一张好的白纸。EM240 EQC 在白纸的角色也许不是最昂贵的，但绝对是替影像工作者着想的萤幕。你问我未来买萤幕还会选他们家的吗？真心回答，是的，我会选购。当然厂商爸爸要送我也没关系，我可以的，我不建议。说真的，我很少接业配的东西啦，因为大多数的业配的东西都很难用。我是希望很多影像工作者不要去走我走过的冤枉路，真的好东西我才会推荐给大家。当然，像我自己本身也很爱看剧、看电影，有时候其实你会很懒得去开电视啦。那 EM240 EQC 呢也有剧院模式哦，重点是完全不会有卡顿感。大牌的萤幕很多，但说真的，没有一个颜色的表现是像 EM240 EQC 这么的精准。我个人觉得啦，应该是说我还蛮满意的。对了，他们现在有促销活动哦，88折的活动，限量20个名额，折扣码我会放在影片的简介处。我是布鲁斯，如果你们对于 EM240 EQC 萤幕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交流。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